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6月18号，视频来聊一下比特币下一周会不会大涨？因为这一次压回 26K 的位置，包括 25K， 也是建议朋友们一定要站在买方，手上 25K 的多单目前也是选择继续在保，包括去年跟家人们一起在2万下方抄底的比特币，或者是以太坊1000抄底的以太坊，全部都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给我抱住。等下来聊一下周线里面这个 KD 的指标里面有哪一些知识，或者是如果还有资金的朋友，我的观点是你不然就等这一个趋势线白色的过了以后，然后看要不要进场追价，或者是昨天也是在 Discord 社群上面信号也是有出来啊，当时是有看到利好的消息，什么币安跟 SEC 已经是达成协议，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号也是建议看还有没有压回。那等下来聊一下这个位置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位，要怎么来判断。复盘之前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聊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个 KD 指标，为什么这一次 26K、25K 也是建议朋友们压回来一定要站在买方。我们可以留意一下比特币长达1年多的熊市，从 69K 下来，有没有留意到它这一个红色的均线20的均线在周线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散户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线，长达1年多是一直过不去，然后在今年的1月份左右这个位置突破，第一次突破有压回来的点位，像上一次硅谷银行爆发危机的时候，也是建议朋友们一定要买千金难买牛回头。那这一次也是一样，我们留意一下比特币自1月份金叉完以后，就是下方的这个 KD 指标，它有近80，第一次破80死叉的位置，一定要去留意，有接近这一条红色的20的均线，就是很重要的一些买点位置。如果是指标是在死叉的情况下，就是一定要站在买方，不一定要等到它金叉有点可能会迟了，那么可以留意一下。先跟朋友们聊一下，就是2019年的这个位置，它这边是有很多不同，等下来讲。我们就以这一波2023年的牛市跟2015年的当时底部起来以后，可以留意一下，这边也是长达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这一条红色的均线一直压在头上过不去，后面是过去以后还会再破位，然后最终是一波接近1倍多的涨幅过了以后，可以留意一下它是不是像这种压回20均线的位置，只要指标是在死叉的结构，比如说这一根啊，或者是这一根我们拉近一点嘛，这一根也可以啊，它指标也是在死叉的位置，等到金叉的位置也往往有可能时间已经迟了，它已经是涨上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根涨到这个高位的时候，指标是不是在金叉，所以反应要快一点，就是左侧的交易反应要快一点。你如果要等这种右侧的突破，也是可以买，但是如果等到这种金叉的位置，有可能就是已经迟了。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比特币再上去以后，这个位置压回来，不要去管它有没有破这个20MA，每一次这种最低的位置都要猜到，不是神仙啊。我的观点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只要它有压回20MA的位置，有可能买在这个位置，它指标也是在死叉的位置。所以我们再观察一下2016年、2017年的1月份，这个位置也是一样，比特币2周下跌，跌回到这个20MA的位置，指标是不是在死叉？因为买点可能一波大牛市1次、2次、3次、4次、5次、6次，或者是7次。但是你最终有可能会错一次，错一次我们止损完以后，我们看到它价格既然是破了这个20MA，那我们就不继续加仓了，因为一波期货你要从低点开始，底部抄底完以后，你首先要有期货的利润，然后你有利润，后面在这种压回的点位，利用你的利润再去做加仓的动作，这样子的话就是利滚利，一直在利滚利，而不是在输钱的情况下还要想办法在期货里面加仓。然后我们来看一下2019年的一波牛市也是一样啊，就是从17年的熊市跌破这个20MA以后，这一条红色的在周线里面它是从来都没有突破过，
就是每一次有过都是遇到压力，最终是跌到$3000以后，在2019年的3月份突破了这个20MA。但是我们去留意一下，它在这种牛市里面有重新给压回20MA的机会吗？第一波的牛市涨幅就超过接近3倍，后面洗盘的时候就有可能把这个20的均线全部给破掉。所以一般像这种疯狂的第一波上涨，或者是后面再突破完以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分流的位置，它根本就不重新压回这个20MA。所以现在的一个走势，我个人观点就是主力也是在慢牛的一个走势，完完全全是非常适合每一次压回来点位都是很重要的买点的位置。然后我个人观点是这样子啊，下一周有没有可能大涨？因为在周线里面这2根 K 线明显感觉已经是来了一根多方的拇指线，而且是重新返回了20的均线，也不排除有可能开始金叉的位置，有可能下周会不会涨？那我们来看一下日线的形态啊，日线的形态现在是这样子啊，就前面2天一直在讲这一个下降楔形，现在是突破，但是上方短线还有一个压力位，也就是如果这个箱体它不是破底能翻到这个箱体，我的观点是不排除有可能会突破这个箱体的上沿，也就是有没有可能这一波会突破这一个白色的趋势线。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也就是刚刚画的这个箱体，大致的压力是在27.4K 附近啊，它这个位置的压力也是很接近目前的60的一个均线，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压力，因为60的均线目前是向下的，然后短线的这个20的均线目前是有一点向下，但是昨天已经是跟朋友们讲，我的观点是它应该是走平的一个结构，20的成本马上也要来到这个区间，或者是这整个箱体的区间其实都是20的一个成本。我的观点是不要去管这个20的均线，如果有上去，先看一下60的均线有没有一点压力，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也就是日线的这一个 MACD 指标。现在是 MACD 在金叉，而且 KD 也是在金叉。为什么在周线里面希望朋友们在死叉的时候尽量压回来的这些低点要去买？因为周线在死叉，不要忘了，整个月线它是在金叉，所以循环交易你要遵循大长线的一个结构。既然月线是在金叉，周线是在死叉，那你就要在周线死叉的一些低档的位置去找买点，然后才有可能会命中日线里面金叉的一些位置。现在是已经在金叉，那我们要留意一下4个小时有没有看到，4个小时现在是在80上方的强势钝化，所以既然是在钝化，我的观点是它目前整理的结构是在这个区间哦，非常非常的强势。昨天程序有给的信号，后面是有压回一次低点，是在26.3K。不过我个人观点，最重要的一个支撑位，就是防守位啊，是在26.2K， 就是这个区间，这2根 K 线的开盘跟收盘附近，这边是有一个很重要超短线的一个支撑区。如果有在做短线的朋友，也可以去留意一下这边的一个支撑，有可能还会不会有压回这个点位。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4个小时的丝绸线是这样子，现在丝绸线是有趋势哦，因为它已经是走正了，所以我的观点是，不然就观察整理有没有可能继续往上突破。最后还是一样，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